也不晓得是醒来上厕所还是为了上厕所醒来。总之啊，膀胱面有点异常的敏感，而且只有晚上比较会这样。所以它也是一种大脑找不到膀胱的表现。所以你看，方医师讲这么多病，身体的内脏、肌肉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大脑晚上监测不足的结果。比如说啊，到了晚上，有人一直去上厕所，上了5、6次啊，那你就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那每次去上厕所的尿量都蛮多的，那这种病就是我之前讲，夜间要分泌出来抗利尿，就是让它不要制造太多的小便，这种东西不够的，老人家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另外一种是啊，同样是上5、6次厕所，但每次都只有一点点，也不晓得是醒来上厕所还是为了上厕所醒来。总之啊，膀胱面有点异常的敏感，而且只有晚上比较会这样。所以它也是一种大脑找不到膀胱的表现。你也可以讲是膀胱不宁症候群。那有时候也会找不到那个胃的喷门，你知道我们胃就好像那个盐酸的袋子一样，里面是很酸的，那 pH 值都到2的，比那个厕所里面洗马桶的盐酸还要酸。这么酸的东西你把它包起来，上面有一个入口叫喷门，这喷门平常要一点张力的把它关紧，只有吃食物的时候它才要开一下。可是喷门的张力谁去负责呢？白天的时候你脑袋呢监视身体监视的满满，到了晚上啊，同样的问题，它的监视能力不足啊，然后它就怎么样？它就松了，松了之后胃酸跑出来啊，整个晚上呢跑到你的食道，跑到你的喉咙，都会让你很不舒服啊。所以有一种病啊，只有在夜间发生的胃酸逆流，那就很奇怪啊。胃酸逆流如果喷门坏掉，为什么只挑晚上来呢？白天不会胃酸逆流，那就是因为晚上监测你的喷门能力降低，所以是夜间的胃酸逆流。那睡眠呼吸阻碍，从打呼到睡眠停止，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喉咙舌根啊也要监测它的张力，到睡觉的时候这个张力也不监测了，它就松掉了，松掉就往后掉啊，它就堵住你的喉咙，堵住一部分呢，它就出现打呼的声音。如果堵住更多呢，直接挡住，你就看到它好像窒息溺水一样，然后过了10几20秒钟，它才突然大喘一口气。这都是大脑在睡觉的时候监测不良的表现。还有一种晚上会抽动抽筋啊，你大脑如果不太监测我们身体的肌肉啊，像脚啊，它就会自己抖一下抖一下。有一种就是夜间脚抽筋啊，为什么只有晚上才抽筋呢？其实不是那些电解质的问题，白天都不会抽筋，晚上呢一个转身一个抬脚就抽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肌肉的使用呢，必须要控制它的力道，平常时时刻刻在监测它，你要使用多少力气都经过监测的。结果晚上你不监测了，你稍微抬一个脚转个身，你肌肉使用过度啊，好像那个车子踩油门你一下子就全踩了，就车子就冲出去了，就抽筋了。这都是监测不足的现象。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小孩子啊，有些人会磨牙，到长大还在磨牙。那磨牙是什么病？磨牙也是因为啊，你晚上啊，你的大脑也找不到你的颞颌关节，那不晓得牙齿在哪里啊，所以它就会动一动，动一动，动一动，来增加它的本体感觉。还有一些奇怪的病，比如说叫做鬼压床啊，或者是好像那种讲梦话啊，这些都是大脑睡觉的时候，大脑的这些感觉的这些连结啊异常。所以你看方医师讲这么多病，身体的内脏、肌肉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大脑晚上监测不足的结果。所有晚上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叫做夜不宁症候群。那这个干扰睡眠很大，所以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了，你睡眠啊，大脑无忧无虑的去睡觉。你让他找不到膀胱，他可以睡吗？找不到脚，他可以睡吗？这是不可能的，也不想要用期待说镇静剂可以把它压倒。那一定只有在夜间才会产生夜不宁症候群吗？同样大脑找不到身体的，不可以发生在白天吗？当然是可以啊。你不是看到有一些人平常白天坐在椅子上啊，2只脚就一直抖一直抖啊，然后呢或者是一直换脚啊，翘脚，左换右换左换右换，好像叫做坐立难安啊。甚至上个班5分钟就要起来走一下，这种坐立难安现象就是白天找不到脚的情况，他走一走反而找到脚了，他抖一抖找得到脚啊。所以呢，这种一直抖脚的，一直要翘脚的，一直要起来走的，他可能白天的多巴胺在休息的时候也是不够用的，因为它是低档的。方医师不是说多巴胺不够吗？
白天就有一点不够了，所以他休息的时候，他的本体感觉就不足了。那本体感觉是什么？比如说我们闭着眼睛，我们两只手这样子，可以找得到我们的手在哪里吗？我好像有点找不到，我要去看医生了。这种叫做本体感觉。那从这个现象呢，我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个更特别的观念，叫做不舒服症候群。好，我们身体会不舒服啊，我们会痛啊，我们会这个酸啊，紧紧的啊，各种不舒服。那不舒服，大家原始的概念就是认为啊，我受伤了嘛，我伤口在这边，所以我会痛。但是所有的疼痛不舒服，不是只有受伤会引起发炎哦，还有很多种情况会引起发炎的。比如说，常常这个大家都会有偏头痛的问题哦，好像整个头啊，眼睛痛、颞部痛、颈部酸痛，这些痛是怎么来的？这些痛是真的在发炎啊。如果它痛在表面上的骨膜啊，你就会觉得，哎，头皮麻麻痛痛。那痛里面一点呢，在脑膜上发炎，它引起你的脑血管舒张，你就晕晕胀胀的。那为什么会在脑膜跟骨膜发炎呢？我又没有受伤，那是因为你的大脑啊感受到压力，它透过三叉神经在你的头皮跟你的那个脑膜上分泌一些神经性发炎的物质啊。那这些物质会真的产生发炎的，可它被叫做干净的发炎，它不是像受伤那种肮脏的发炎。这就是要告诉你说，哎，我有压力的，我有压力的。所以你如果脑袋莫名其妙偏头痛啊，脖子紧痛啊，或手脚麻麻痛痛的啊，它可以是神经主动的分泌那些神经性发炎物质。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就在处罚你啊，因为你这个大主人，这个主人不听脑袋的话，脑袋明明觉得它撑不住了，你还想要那个逞强啊，这叫神经性发炎。那除了这两种有发炎为底子以外，难道就还没有别的痛吗？有没有更多看不到的痛呢？有的，我们把它叫做敏感痛。一个人痛久了以后，像你受伤发炎流到脚踝了，你可能经过半年你的脚踝都还是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会觉得怪怪的呢？因为你痛久以后，我们的中枢神经已经变得敏感了，它那些疼痛神经的连结呢，全部都增加了。所以你的发炎都是已经好了受伤都过去了可是中枢的神经性的敏感记起来了，所以叫做敏感痛。敏感痛因人而异有人比较秀腿一痛好几年的，而且越来越痛的，这时候就不是吃消炎止痛药，就要吃减少敏感的药。那最后这些东西都有迹可循从发炎到变敏感，这大家都可以理解。有一种痛就是我今天方医师讲的，我把它叫做休息痛你说阿嬷比如说她膝关节不好，走路就有负担嘛，她走2步走几步她就痛了这叫做发炎痛或敏感痛，是 OK 的。但照理来讲，坐着不动应该不痛了吧？可是阿嬷坐着痛不动的时候有另外一种痛，她就觉得紧紧的、怪怪的、酸酸的，然后就一直要敲脚尤其天气变冷，她就要敲脚。这种休息痛跟那个走路一动会痛的刚好是相反的。那阿嬷是可以同时2种痛都有的它可以变敏感的敏感痛，它也可以是休息痛所以今天从这个大脑找不到身体方医师就衍生出腿不灵症候群、夜不灵症候群，还有一个休息痛的概念。希望这一集大家有收获，谢谢。我是方世清医师，每星期2、星期5晚上6点，我在未来健康研究院和大家分享医学新知。欢迎追踪、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在留言区分享你对今天节目的想法或建议。